个是现在已经就比较旧的图，竹北的，这应该在竹北，应该有看我，但是这两边我倒是没看过，竹北哪边啊？这个我就看过中屯啊，那个澎湖的中屯，然后这个是麦寮，基本上就是几根都已经有了，然后这是几 megawatt， 然后一根大概就看有几根这样子。好，这个都是大家看一下哈，我就那个把一些资料让大家看一下，我就直接看这个，这台湾讲的风力哈，风力的那个什么的那个survey啊，基本上大概要到绿色以上才有它发电才会变成比较有那个有效率的哈，当然最好是要到这个6以上。我们在讲是说，虽然是说5以上就可以，但是一般讲是7以上才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说大概是要这个时候，你看然后呢，这个是把台湾的地形图让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呢？跟你讲说哪些地方是虽然风可以，但是你不适合插风机的，就很清楚，你这个地方全部不适合插嘛，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比较平坦嘛，就是我们嘉南平原、西部平原比较平坦嘛。啊，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基本上这些地方全部都不适合嘛。所以然后南部这个地方有点点蓝色，也不是很适合嘛。所以说勉强就是说在7以上的就在这个地方嘛，啊，然后但是整个海域都很好嘛。所以基本上台湾如果说，但是没有，那这是平均风速了啊，这也不能讲到，因为台湾有台风了，好，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就是这是讲平均风速，但是如果台风的时候都可以快点去把它给定住，把它定起来哦，把它收起来，这样子代表说我们还是可以。所以基本上台湾的海域啊是有很好的海域，不讲台风，有很好的海域啊，但是呢陆域的那个风机的话，就真的是不是太那个，你就是那个什么中北部的海边而已嘛啊，大概但是又刚好跟人口密集度刚好是什么重叠嘛，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是有几个 hotspot， 就是我们讲说就说那个基本上这个是它这个是你看那个黄色的就已经4到5米，是已经到低标也可以了，然后其他的那个什么红色跟橘色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说达低标的地方，其实还是在怎么样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个应该我们的应该是苗栗这个地方嘛，苗栗新竹这个地方嘛，好 OK 好，反正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西部沿海有几个地，我想这个地方啊这边应该就是麦寮那个地方嘛，因为它是最先被设的，应该是那个一个云林那个地方，这边应该是云林那个地方嘛，然后这边也是几个那个都是这个应该是桃园啦，因为桃园有一些好的区，就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大概是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可以。那东部的话，虽然说这个地方好，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东部的话就什么迎那个什么正迎那个台风，所以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基本上东北部啊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风场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就来评估一下嘛，对不对？基本上有些地方我们讲说台湾的风力那个什么资源很丰沛，会到达什么样？4800个百万瓦，相当多少？现在对于核市来讲，比较大家有概念啊，相当相当2个核市场啊，相当3个核市场的一号机啦。所以说我们如果发满的话，但是你看看海域比较多啊，大不懂？而且还有个重点哦，这是装置的话是讲瓦哦，你要搞到有风的时数，一年有多少小时？总小时24乘以365。8000多，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一年有8000多个小时，以前都没有。你看8000多个小时啊，我们最好的风场在澎湖啊，澎湖的话也不到一半的那个时数，就代表说有一半的时间没办法发电。所以说你虽然看起来好像我的装置容量好像够，但是发电也就什么就折半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所有再生能源最大的问题。所以装置容量跟实际的发电数这个东西要讲清楚，这样子你看都蛮低的。所以说你看南部为什么我们讲说南部的风场不好，南部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发电时数比较不好啊。所以呢，基本上虽然看起来我们的风场啊平均什么样？平均的那个风场的那个装置容量是蛮高，但是因为发电时数太低了，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一些限制的。这个已经很多了哈，这个是早期工研院的一些规划，我们来看现在的好了。那基本上事实上已经差了很多了。上次我们也有一个图差的蛮多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最新的，这个是昨天刚去那个台电网站找出来的。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它设的目标跟现在有没有那个哈。所以基本上到去年年底哈，装置容量60.9，就是大概61万千瓦。大概刚才记得说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总的含量有多少？480，这个是100万瓦嘛，你大概还要除以一下嘛。100万瓦的话，100万瓦是那个，所以变成480万千瓦。台湾是用万千瓦嘛，所以是480万嘛。所以我们是已经大概61万了，已经做大概多少？6848，1/8了嘛。把台湾可以用的风能大概可以用了1/8，但是也不是100%都可以用了。所以用了1/8，大家可以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心里去想，他说到底我们对风能的利用有没有很啊？你看这整个北边都是啊，那个这个是台电自己的发电，台电自己的的风机，红色的是什么？民间的嘛。所以现在大部分会有问题都是民间，因为大概台电要自己再投资，恐怕已经很难了。然后呢，它年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总共花了16亿度啊，16亿度。但是呢，这边有看一下，每年1月、3月、10月到12月的东北季风强季占了70%，代表其他的时间发电量不多，就可以看得出来，风能它的局限性在于说你没有办法持续的发电。当然说10月到12月还好，因为10月、12月是我们很热的时候，但是我们最热的时候大概是从6月到9月吧。说6月到9月，反而风能就没有办法提供太大的效益这样子。好，再去看一下。那我们讲说，基本上它的基本上的风机有现在都是大型风机的，1.8 megawatt、2 megawatt， 还有0.9 megawatt 这样子哈。这个是我们在2011年我们开了一个大型的能源产业全国会议，这是定出来的目标哈。我们看一下，所以现在这个是现在已经达成的，因为是2011年是现在的标准，所以说现在标准是1啊。那我终极标准是在什么样？是在2030年，所以呢，有个数字大家常听到15%这个数字，是希望在2050年达到。2050年希望达到说发电装置发电装置达15%，不代表发电量哦。好 ，OK， 所以这边，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你看那个什么陆域发电，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陆域式的，离岸式现在几乎没有，所以未来的重点是在什么？在离岸式的发电。这个地方，那你会看到说，事实上也不可能太多了。基本上，那这个86之后，你看陆域的几乎都是什么？几乎已经达到饱和，差不多了。重点要在什么？重点是在离岸式，希望离岸式可以从现在的0一直变成多少？变成300，但那个就是很大的。太阳能光电，你看基本上都是有一些目标哈。还有太阳能光电、地热、沼气发电、废弃物、海洋能、燃料电池，所以合计希望达到15%，但是这15%里面，大宗是什么？大概大宗是什么？火力啊，对不对？火力啊，跟太阳能，还有什么呀？还有那个，其实如果风能加起来会比他们多了。风能加起来是怎么样？加起来是30啊，就是300。风能是最大，水力能你会发现说，大概能用的都已经用光了。现在不太可能再让你建水力发电厂，然后太阳能，还有什么样？还有废弃物，就是我们做一些下个章节的生殖能里面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这个是15%哈。好，那我们来 check 一下，看看现在有没有达到啊？现在已经2014年，对不对？啊，这个2014年我们希望陆域的风域，2015年到了86百万瓦，现在多少？现在是61百万瓦，已经有慢慢在进步了。从之前的什么样52百万瓦。2010年是52百万瓦，到2012年的什么年底，已经到61百万瓦了，事实上也提升了20%左右了，所以说已经有在走了。但是如果是发电量呢？你看看哦，刚才我们讲的装置容量是15%，为什么发电量只占8%？这就是说，基本上常常我们会把什么备载容量多少这些加减扣上去，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一直发电。所以，就算是你到达15%，你的发电量几乎要折半了，不到8%。然后你可以看看，记得当初我们说那个什么离岸式的基本上，加起来是蛮多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说，我们现在
发电量现在是12.5亿度嘛，到2065年希望可以达到20.8亿度，然后到我们看看2013年年底是多少亿度？是16亿度，其实都是有在往前走的啦。当然，这是2015年的，这应该是明年底的目标嘛，所以现在还有1年多嘛，对不对？就说都是往那边走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讲的那些台湾的整个，现在如果台湾整个要做的话，基本上你看这个风力发电的那个什么，为什么我这边会特别讲？因为风力发电，我个人觉得是跟机械产业最相关的，在所有里面。现在的发展中是最相关，所以你看很多系统啊，都是什么？你看一看，这不都是机械要做的吗？除了发电机啦，除了发电机或许就是电机系做大电的在做就，其他不都是我们机械系的一些那个加工设计吗？对不对？然后到最后的系统整合都是一样的，对吧？那当然这个后面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后面这2块也是蛮不错的。后面这2个就风场管理，就需要多用一点头脑了。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你要有系统的观念，然后高度要够高的时候做管理，整个去管风场，什么时候那边该开，什么时候停，然后该怎么控制怎么样，什么时候该把电那个变成去或怎么样。所以说你看，东元公司已经跟美国这个低温公司已经替这个做2 mega 的，然后看看希望说他也可以以后未来可以帮我们国家不要老是用那些。外来的，对不对？那你看在这整个风机里面，除了叶片之外，这里面那个机舱里面的一些系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机构的设计，然后一些元件啊怎么样子。好，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这个是刚讲过的说，基本上如果大家都知道那个离岸式的比较好，那为什么离岸式现在还是有一些？为什么台湾，比如说在台湾就离岸式方面就没有做了很多？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什么成本结构，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啦。把这个资料交给大家，大家有空看一下，这我就不讲了哈，这个都不要讲了。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技术指标，就是怎么样，就是跟随着我们的怎么样能源的发展指标，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些里面的一些，如果对我来讲，就代表说，我们研究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对不对？这个 CFD 上面的话，就有非常多的可以研究的地方。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们那个风能，这个大家看一下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知道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都是SWOT分析，是从那个产业白皮书里面抓出来的。如果大家对风能有兴趣，可以好好去看一下这样子。